離婚協議剛簽完，周明遠就把一把生鏽鑰匙推到我面前，連同8000萬債務一起甩給我。他說永盛只剩空殼，誰接誰倒霉。我收起鑰匙，沒讓他看見我指尖被鏽邊磨出的紅痕。趕到廠門時，債權公司已拆開生產線護板，吊帶正套上最值錢的7號5軸加工機。我把股權轉讓書拍在工作台上，明確告訴他們，產權已變更，未經新負責人同意不能再搬。對方收起吊鈎，卻只給我到明天上午。200萬元不到位，他們照樣會帶走全部設備。廠房裡40多名工人沒有說話，欠薪表貼在牆上，最久的一筆已拖了3個月。我打開手機，把僅剩的20萬元轉進公司賬戶，先補最急的一部分工資，也讓大家看見餘額。陳建國問我是不是瘋了，我拿起工具箱回答：先別替工廠辦喪事，讓我看看機器怎麼死的。7號機貼着報廢標誌，外殼積滿灰，主軸附近卻還留着不該出現的微弱餘溫。我拆開控制櫃，發現供電正常，真正鎖死機器的是被人刻意調到最低值的安全限制器。備用控制器接上後，我重新輸入基礎參數，按下啟動鍵，沉寂多日的主軸忽然低鳴着轉起來，灰塵被震得簌簌落下，所有人都盯着7號機。我知道永盛不是自然倒下，是有人故意讓他死。7號機還在空轉，林可欣就報來全部賬冊，最上面那頁寫着總負債8060萬元。我沿着付款明細逐筆核對，發現每月固定有30萬元流向恆宇顧問，項目欄卻一片空白。原料採購價比市場高出40%，我抽出3根合金棒送檢，結果成分全部不合格，連普通規格都撐不住。方啟文把近期零件排在檢測台上，數據很整齊，卻整齊得可怕，每一件都向右偏12微米。我調出7號機記錄，只看到錯誤參數載入的時間，之後檔案便自動刪除，像有人專門擦過手印。林可欣低聲說：“這不是經營差，是有人一刀一刀割走現金，再讓機器替他背錯。”我還沒回答，債權公司的人已拿着封條站在門邊，只等我承認明天拿不出200萬元。這時瑞通打來電話，他們原供應商停產，要3萬件傳動軸，48小時交貨，總價500萬元。對方要求良率至少85%，而永盛現在連50%都不到，失敗就得賠掉最後材料。我看着賬上僅剩的17萬元，還是接下訂單，並要求先提供正式規格與抽驗方式。電話掛斷後，我把48小時倒數寫上白板。這不是好機會，是永盛唯一還能抓住的活路。倒數開始後，我先停掉所有試切，把6台設備的控制限制逐一拆開，讓機器回到真實狀態。每解除一組錯誤限制，主軸負載就恢復正常，工人也終於看見那些報廢判定有多荒唐。我拆下冷卻感測器比對，顯示值竟比實際溫度高3度，刀具一直在錯誤補償下工作。方啟文把顯示值下修3度，我則重新量測主軸熱伸長，將每一段溫升記在白板上。父親以前教過我，金屬不是不會變，只是要先算清它會往哪裡變。我重新打開那套熱補償公式。第一輪試切偏差21微米，我沒急着重做，只調整進刀與冷卻的先後順序。第二輪降到17微米，材料一少一截。陳建國提醒我，再試幾次就沒有量產餘地。我把最後一項補償寫進控制程式，要求所有人保持環境不變，連廠門都暫時關上。凌晨，首批零件從機台送出，我親手插進測量面，把它放進檢測儀。數字停在14微米，剛好跨過瑞通15微米的標準。圍在旁邊的工人同時吐出一口氣。但量產統計只有60%多合格。我把合格品放到白板下，告訴大家，
方向對了，速度還遠遠不夠。首批雖然達標，量產良率卻只有 68%， 債權公司的封條就放在廠門旁。我把流程拆成粗加工、穩溫、精修3段，要求每一段只處理一種誤差，不再讓機器互相補錯。冷卻時間被重新排列後，良率升到 82%， 可距離交貨底線仍差3個百分點。就在這時，5號機忽然發出異響，主軸停在半途，拆開後竟是一顆廉價仿製軸承。賬上明明付過原廠價格，機器裡卻裝着假貨。我把軸承封存，讓林可欣保留採購記錄。方啟文說新件最快2天才到。我指着已停用的4號機，讓他拆下舊軸承清洗後就急。陳建國擔心4號機再也裝不回去，我回答：先讓能交貨的機器活，今天沒有完美選項。5號機重新轉動後，工人沒等我排班，自己分成3組，把吃飯和休息時間寫在白板角落。最後一批出來時，我們抽了300件逐一檢測，讀數全部落在規格內，沒有人敢先歡呼。總良率算到 87.6%， 我才在交貨單上簽名，瑞通的驗收人員也當場確認收貨。200萬元預付款進賬，手機上的數字亮起來時，債權公司的人默默撕下封條收回箱子。我先補發1個月薪水，轉賬記錄逐筆跳出，老師傅們把已收進箱裡的工具又拿了出來。永勝暫時沒死。陳建國隨後把一件父親留下的試製零件交給我，那是比瑞通更難的門檻。父親留下的零件不是普通樣品，側面刻着醫療設備規格，表面精度遠高於永勝現在的能力。顧承岳看過檢測報告後，給我10天試製期限，只要進入5微米，就有資格談正式供應。電話剛掛，韓正邦便打來收購電話，他以買斷醫療鈦合金配額，要我用工廠換原料。我拒絕後，他笑着提醒我，沒有材料，再好的技術也只能留在紙上。陳建國帶我翻遍舊倉，最後從鏽死的金屬箱裡找出12根銀灰色合金棒。這批父親留下的材料最多只能做60件，扣掉必要樣品，我真正容錯不超過10次。我沒有立刻試切，而是拆下報廢輸送帶，加上隔熱板，做成封閉恆溫移動台。零件離開機台到檢測台的幾分鐘也會變形，我要先把這段看不見的溫差鎖住。前5件依次停在 6.1、5.7 和 5.2 微米，金屬棒已少了1節，廠房裡安靜的只剩風扇聲。第6件送進檢測儀後，數字穩在 4.8 微米。我抬頭時，方啟文正死死盯着那個讀數。技術門檻被跨過了，可12根材料就是全部籌碼。我也看見趙志強站在人群後，目光沒有離開材料箱。醫療樣品開始試製後，我把每一根材料編號，從下料到檢測都不准離開登記區。10天內，28件樣品通過初檢，我把它們整齊放進保存櫃，準備交給顧承岳封存。周明遠帶着韓詩雅闖進車間，伸手就要碰樣品。我擋在玻璃櫃前，讓他先出示訪客授權。他嘲笑永勝靠舊機器撐不了多久，顧承岳卻當場請他離開，還說合作對象只有我。那句話沒有替我洗掉過去，卻讓周明遠第一次在自己選的舞台上成了多餘的人。顧承岳確認28件初檢合格，正式試製協議在檢測台旁簽下，樣品隨即貼上封存標籤。晚上我核對門禁，發現保存櫃曾在凌晨1點被打開，刷的是趙志強的員工卡。我沒有質問他，只把記錄備份給林可欣，照常宣布後天上午才會有人取貨。實際取貨時間只有我和顧承岳知道。我還挑出3件，在內孔最深處留下極小定位點。那個位置不影響尺寸，也不會出現在普通圖紙上，只有我知道它應該朝向哪裡。
方啟文問我是不是懷疑有人換貨，我只說先別猜人，讓物件自己說話。封存櫃重新上鎖後，我看着門禁燈熄滅，表面一切順利，真正的檢驗才剛靠近成品。送驗當天，顧承岳把我叫到檢測中心，玻璃櫃裡28件樣品竟然全被判定不合格。我先拿起一件稱重，重量比真品多出明顯差距，切面也不是我們使用的醫療鈦合金。更直接的是內孔，3個定位點全部消失。這批東西外形相同，卻根本不是我封存的樣品。方啟文放大表面刀紋，指出那種截距來自正邦的新機台，永盛現有主軸做不出來。顧承岳暫停釋字資格，董事會只給我3小時證明調包，否則永盛會被列入供應黑名單。我沒有和正邦爭辯，而是在核心管理區放入一組故意寫錯，看似能提升良率的參數。這份檔案只有內部權限能開，誰把它帶出去，使用結果就會留下完全相同的偏差。2小時後，林可欣跑進辦公室，把正邦第2批樣品的公開數據投到熒幕上。他們的轉速、進刀和溫度補償，竟與我剛放進去的假參數一模一樣。我把時間戳，檔案權限與樣品讀數並排保存。正邦不止換貨，還有人從永盛持續送資料。資格仍被暫停，但我已抓住一條可重複驗證的技術鏈。接下來，對方一定會用更重的手段滅掉它。假參數證據剛備份，銀行凍結通知便落到桌上，所有貸款同時被要求提前清償。沒等我處理資金，5號機在試運轉時突然斷刀，一名工人手臂被碎片劃傷，我立刻按下權限停機。葉片和護照被封存，傷員送醫後情況穩定，可安全單位仍依法在每台設備貼上停機封條。瑞通也收到匿名郵件，當天下午取消後續合作，剛恢復的現金流再次被掐斷。廠房裡只剩封條和未完成零件，40多人站在白板前，沒有人知道下個月工資從哪裡來。我把欠薪明細全部貼出，連公司賬戶餘額也公開，沒有再用空頭承諾要求任何人留下。27名工人陸續遞交離職申請，我逐份簽收，只請他們把安全帽留在置物架上。有人問我是不是還會復工，我回答：門不會對你們關，但今天先保住自己的家。人走完後，整排安全帽留在空櫃裡，未完成的零件也沒有人再伸手碰。陳建國說還有16人願意留下。我望着停死的設備，第一次懷疑自己是否真能把所有人拖回來。可疑問不能替破壞者收尾。我收好門禁、刀具和賬務備份，永盛只剩16人，也還剩一條取證線。深夜，趙志強主動來找我，把幾筆轉賬、借卡訊息和一段燒倉指令放到桌上。他承認曾把資料交出去，也把員工卡借給周明遠，說自己為替兒子還債一步步越陷越深。我沒有替他免責，只讓他把每次付款、每個檔案和接觸時間全部寫清楚，並交出原始手機。最新指令要求他配合燒掉材料倉。我和警方商量後，先把重要材料與賬冊悄悄轉到另一處。當晚，2名執行者進入空倉準備縱火時，全場照明同時亮起，把人和器具照得無處可藏。警方在現場控制2人，從手機裡找到韓正邦助理發出的指示與付款記錄。這是第一條直接執行證據，不再只是參數、刀紋和賬冊拼出的推論。可天亮前，法院通知送到，正邦已取得主要債權，並申請7天後拍賣整座工廠。趙志強低着頭等我處置，我讓他停止配合調查，也告訴他，不救不等於做過的事消失。韓正邦有拍賣令，我有縱火證據，2張紙都不能立刻讓永盛重新開機。我把父親那件試製零件握在掌心，想起陳建國說過，
舊場地下曾有一條沒完成的試驗線。所有人以為我會守住剩下設備，我卻在白板上寫下另一個命令：拆線、重組。方啟文看着最後幾台機器問我是否確定。我點頭，7天不夠修回舊永勝，只夠造出新的活路。拆線命令下達後，吊車先把7號機主軸抬離機身，整座廠房像被我們親手拆成廢墟。5號機平台、4號機伺服和能用的冷卻模組被逐一編號，準備重組成另一套設備。周明遠帶着記者闖進來，對着攝影設備指控我在拍賣前故意破壞公司資產。我沒有遮掩拆機，而是把原廠付款與仿製軸承資料交給記者，請他先說清恆宇收走的錢。追問落到周明遠身上時，他只說自己不管採購，卻解釋不了那些由他簽核的付款。輿論拖不住工程，我讓方啟文繼續標記模組，陳建國則帶人敲查舊倉後方的封牆。牆板移開後，一條向下的坡道露出來，潮冷空氣從黑暗裡慢慢湧上地面。我們沿坡道走到底，巨大的環形底座沉在地下，旁邊還立着一座老舊控制台。主軸、平台與伺服的接口竟能對上，父親當年不是留下單機，而是留下完整試驗架構。陳建國摸着底座說，15年前試驗失敗前，材料也曾被人換掉，手法與今天幾乎一樣。地面普通產能已經歸零，我們卻找到真正的技術底座。現在唯一不確定的是它還能不能啟動。接下來2天，我們把拆下的主軸、平台、伺服與冷卻模組裝上地下環形底座。每個接口都比現有標準古老，方啟文只能一條線一條線核對，沒有任何模組能直接插上就用。最後一組線接好時，控制台只亮了1秒便熄滅，螢幕留下缺少啟動參數的警示。我翻遍父親留下的筆記，只有試切數據和材料記錄，找不到任何完整密碼。時間又少了1天，我幾乎把那件舊樣品看穿，才發現側面有6個極淺的數字。那些數字不像零件編號，更像6段補償值。我把它們依原順序輸入老控制台，按下確認後，地下先傳來低沉震動，環形底座沉重地轉過第一圈，四周模組依次亮起，曾被拆散的舊機重心成為一條完整試驗線。我用最後的醫療材料做手賤測試，所有人隔着安全線盯着加工區，沒有人敢催。成品送上檢測台，讀數停在 3.2 微米，比地面產線最好的結果還穩。父親留下的不是紀念品，而是一把操作鑰匙。我終於讀懂他沒有寫下的最後一步。可法院電話緊接着打來，拍賣被提前到明天下午2點，我們剛拿到技術，只剩不到1天變現。拍賣倒數開始，韓正邦親自到場，把5%股份的轉讓條件推到我面前。他說只要我交出的下線，就能保留一個空職位。我把文件推回去，沒有替他完成吞併。顧成月隨後帶來最後機會，拍賣前做完200件醫療套筒，通過驗收便簽1億元年度合約。首批剛完成一半，地下照明突然熄滅，環形底座也在慣性中慢慢停住。方啟文衝到配電室確認外部供電歸零，備用發電機的燃料也早被人抽空。我讓人檢查所有閥門與電纜，設備本身沒有故障，真正缺的是能讓整線轉動的能源。更糟的是，2名關鍵技師同時收到3倍新聘書，摘下工作證，當場選擇離開。我沒有攔他們，只收回控制權限。人可以走，但不能帶走永勝正在使用的資料。剩下的人把貨車一輛輛開進地下，拆下可用電池，沿牆排成臨時電源區。陳建國又找出舊發電機，可它只能帶動單一模組，無法讓整條環形線一起工作。螢幕上的完成數量停得刺眼，照原速度，我們最多只能做出120件。
韓正邦在電話裡提醒我，2點一到，地下每顆螺絲都會成為正邦資產。我看着倒數只剩21小時，技術、材料和訂單都在，卻偏偏沒有讓他們同時運轉的力量。貨車電池堆滿車間，只能維持控制系統。我們守住了繼續嘗試的可能，卻還沒有完成200件的路。外部電力歸零後，我把貨車電池優先接進控制台，先保住程式、家具和檢測資料。舊發電機則依次帶動粗加工、精修、清理與檢測，4個區域輪流亮起，又輪流熄滅。這樣能生產，切換卻太慢。照方啟文計算，拍賣前人只能完成120件。我盯着環形底座，忽然明白我們一直想讓零件跟着線走，白白浪費了每次搬運和重新定位。我決定重寫控制程式，讓家具固定不動，改由加工模組依序轉到零件面前。方啟文警告我，程式若失敗，現有120件保底也可能全部報廢。我仍把舊版本完整備份，然後關掉自動路徑，逐段改寫模組的移動順序。通宵後，10個零件被同時鎖進固定家具，4區按新路徑輪轉，切換時間縮到原來一半。第一組加工結束，我們把10件成品整齊放上檢測台，逐一掃過尺寸與表面。10盞合格燈全部亮起，沒有一件超差。方啟文重新計算後說速度已經翻倍。我沒有慶祝，只把剩餘數量寫上白板。方法主動權回來了，設備過熱和時間仍貼在背後。天亮前，我們已完成146件，最新一批卻在檢測燈下露出細小裂紋。我立刻停線，不讓任何可疑零件進入密封箱，先從刀具、溫度和冷卻3處反查。冷卻槽取樣結果顯示液體遭到腐蝕性污染，庫存備液也全部失去使用條件。若繼續加工，不止最後54件會報廢，已組好的地下模組也可能被一起拖垮。陳建國忽然想起，父親當年的地下庫房還封着2桶試驗線專用循環油。我們在牆後找到油桶，封條完整，上面的日期停在15年前。我確認狀態可用後，所有人分段抽控污染液，清理管線，再把舊循環油接回系統。這次停線吃掉最後餘裕，白板上的拍賣時間已逼近中午，沒有人再說一句多餘的話。恢復加工後，新程式和舊油一起穩住溫度，剩餘數量終於已漸漸向200靠近。12點40分，第200件被放進檢測儀，數字停在 3.9 微米，仍在醫療規格內。我親手把它裝進密封箱。產品終於完成，可正幫人控制出口，驗收端還在門外。200件封箱後，顧成月帶着品管團隊趕到，周明遠和拍賣人員卻堵在地下入口。周明遠指着密封箱說，拍賣前完成的產品也屬待處分資產，任何人都不能帶離工廠。我沒有硬闖，只把箱子放回檢測台，要求顧成月在原地完成第三方驗收。既然對方說貨不能走，那就讓合格結果留在所有人眼前，當場形成履約資產。品管人員重新封鎖區域，隨機抽樣，尺寸、硬度和表面強度依次亮起綠燈。每一筆讀數都同步存檔，拍賣人員也站在旁邊，無法再說檢測發生在程序之外。最後一件進入連續轉動測試時，時間已到下午1點47分，距2點只剩13分鐘。機台穩定跑完規定循環，螢幕顯示通過，地下車間壓着的呼吸聲一下子鬆開。顧成月沒有說人情，只確認200件全數符合要求，隨即在現場簽下1億元年度合約。2000萬元首款立即匯入永盛賬戶，付款通知出現在法院代表與銀行人員面前。銀行因此暫停提前清償處理，拍賣程序也必須重新評估永盛的持續經營能力。我守住了市場資格和現金，但韓正邦沒有離開。
他手裡還有一份要奪走的下線的舊文件。韓正邦把5頁技術轉讓文件攤在桌上，周明遠指着父親的真簽名，聲稱的下線早已屬於正邦。那枚印章和筆跡都是真的。現場短暫安靜，我也沒有用否認真實文件來拖時間。我只問一句：完整協議在哪裡？韓正邦回答：5頁就是全部。林可欣這時打開密封資料袋，把保存多年的第6頁放到桌面，與前5頁並排。第6頁明確寫着：正邦只取得5年共同測試權，設備所有權與後續改良成果仍歸永盛。合作期限也標得清清楚楚，那項權利早在10年前就已到期，沒有任何自動延長條款。韓正邦說這張紙是候補的，林可欣直接報出公證編號，請法院代表查驗原始登記。查詢結果很快回來，頁碼、其縫章和公證日期全部吻合，第6頁確實屬於原協議。周明遠盯着父親簽名，剛才的篤定終於鬆動，因為真簽名證明的根本不是永久轉讓。我把到期年份圈出來，地下試驗線與我們完成的改良，法律權利都仍在永盛。核心資產保住後，爭議不再是誰拿着殘缺文件，而是誰長期利用它掏空、調包和破壞。距離2點越來越近，我們把所有證據按資金、技術和執行順序排在長桌上。林可欣先投出恆宇資金流，永盛支付的高價原料款與顧問費，最後都繞向正邦關聯賬戶。接着是仿製軸承、固定12微米偏差和被刪參數，證明設備不是自然失效。方啟文放大假樣品刀紋，再與正邦機台資料比對，調包貨的來源清楚落在同一套加工痕跡。我補上內孔定位點與假參數時間戳，正邦不只換走真品，也持續取得永盛內部檔案。趙志強的借卡訊息、轉賬和供述依次讀出，他承認責任，也保留了周明遠要求開門的原始記錄。警方提供的縱火付款記錄又接上韓正邦助理，從資金到執行終於形成閉合路徑。陳建國則說明15年前換料經過，舊案與今天使用的是同一種作死設備，在低價接收的方式。周明遠突然指控韓正邦承諾給他新公司股份，卻發現手機裡的合作資料已被刪除。韓正邦想把所有債務推回他身上，林可欣便把恆宇借款的個人連帶擔保推到周明遠面前。他終於明白自己不是合夥人，只是最後的替罪者。完整利益鏈已合攏，只等正式處置在2點前落地。下午2點整，法院代表在永盛會議區宣讀文件，正式終止工廠拍賣。銀行隨即撤回提前清償通知，8000萬債務恢復原有期限，不再能被正邦當天一次掐死。1億元合約，2000萬元收款，完整權屬文件和證據鏈，同時讓永盛取得繼續經營資格。韓正邦質問我，憑一條舊線和一批零件能撐多久？我回答，至少比靠破壞別人活得久。他想帶走文件，被法院人員制止，所有爭議資料都按程序封存，等待後續調查。很快，警方與監管人員進入正邦廠區，調取供應、付款、門禁和醫療產品記錄。正邦的醫療供應資格被暫停，韓詩雅也公開切割，原定婚禮隨之取消。周明遠失去新公司承諾，還背着個人連帶擔保，幾天後獨自站到永盛大門外。他求我證明自己只是被利用，說只要我作證，過去的事還能重新解釋。我隔着門問他，簽空白付款時有人逼他嗎？借卡換利時有人拿着他的手嗎？他說自己只是選錯一次。我把每次簽字、每次沉默和每次推責逐項說給他聽。我告訴他，你不是沒有選擇，是每一次都選了對自己最方便的那邊。周明遠伸手想攔門，我沒有再和他談婚姻，也沒有替他的後果找新的承擔者。
保全依我的指示關上大門，生鏽鑰匙仍在我口袋裡。這次他只開我決定留下的地方。拍賣已停，正邦受查，周明源也失去回頭資格。接下來，永盛的債和未來都由我公開重建。停拍後，我先用到賬資經常還到期貸款，再把每一筆欠薪連同明細補發到離職工人賬戶。19名工人戴着曾留在置物架上的安全帽回廠，但我沒有直接排班，而是先安排完整重訓。趙志強退回非法款項，辭去主管職位，從普通技師重新做起，所有權限都接受雙人複核。方啟文成為試驗線技術主管，陳建國負責新人培訓，林可欣則接任財務長，並建立雙重審核。新的檢測設備由貨車送進廠房，的下線不再靠少數人的記憶運轉，每項參數都有留痕。3個月後，醫療零件量產良率穩定在 96%， 顧成月也提出擴大採購計劃。我沒有把所有訂單都接下，只按真實產能排交期，拒絕用過量承諾換表面營收。半年後，員工持股制度落地，名冊上出現老師傅和新技師的名字，共同持有 15% 股份。父親留下的試製零件被放進展示櫃，旁邊沒有神話，只寫着每次失敗的真實檢測數據。1年後，永盛年訂單超過3億元，新廠牌掛上門口，我以董事長身份站在擴建產線前。那把生鏽鑰匙也留在展示櫃裡，它不再象徵8000萬債務，而是我第一次接回決定權。我看着重新運轉的工廠說，技術、公司和我的人生，從現在起都由我們自己負責。